的，现在在中国流传的一封信，什么信？一个00后的辞职信。他辞职信什么？他说他的爷爷退休了，一个月退休金1万多，大概台币4万2。他的奶奶退休了，他的奶奶一个月合台币的3万5。他的外公退休了，新台币3万9。外婆退休了，合台币3万，都是3万、3万、3万、4万哦。可他说我也要退休，我为什么要退休？他说我现在的工作，我拼死拼活。跟他讲，我爷爷4万2，我奶奶3万5，我外婆外公3万9，我外婆3万，我自己拼死拼活，每个月累得要死。我的薪水只有1万5，所以我要干嘛？我要回去好好照顾他们，我要好好把他们身体养好。他们活得越久，领得越多，领得越多，我靠他们的生活，我也可以活下去，我才可以活得更好。我没有想到他们也有这种军公教这种福利差距这么大的问题。是，而且宝杰哥，你知道吗？其实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就讲到说，我爸爸妈妈全部都是独生子女啊，然后我奶奶家在海地还有2套房。我外公家在朝阳还有3套房，然后呢，我们自己本身在中关村也有2套房，算一算，我跟你讲，我回去把工作辞了，回去照顾我这4尊财神爷，比什么样工作都要来的划算，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所以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对对对，活得越久，领得越多。这种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以前台湾也碰到过。但如果说你的财政非常好，大家也不担心。可现在中国变穷了，现在很多地方，刚刚讲连警察的薪水都付不出来了，警察还要跨海去办案。等于说你跨海去抓人，如果这样的状况下，你根本要把财政压垮。而且现在更惨的是，它的基层经济，现在刚刚讲，连火锅店，中国人爱吃火锅，对，连火锅店都撑不下去了。是吧？但现在呢，刚提到这些，你活越久领越多也没关系，但现在问题是在于，可能是连中国自己的经济现在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再供应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知道现在中国经济有多惨吗？在6月30号以前，中国已经关闭了餐饮店，竟然来到了100多家。预计今年全年会关闭的餐饮店大概有200多万家，200多万家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每一家如果只要给你4个人的话，你这代表什么意思？可能就有1000多万人因此而没有工作。那为什么你就说那可能是消费太贵？有的火锅店是便宜的，你看每盘最多只要2块人民币，锅底只要10块人民币，所以这样他们你2块人民币才10块。对，10块能吃什么？对啊，他就告诉你啊，蔬菜至少有，但是肉比较贵，肉大概就要45块，就是肥牛一盘大概45块。那不管怎么样，100-200块，100多块的人民币吃下来，其实就还不错。那你说好，那我可能穷一点，我就全部都吃个菜牌2块2块。但是这样子的店竟然也倒所以你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现在中国经济真的是连爱吃火锅的中国人，现在都发现这个火锅店倒的哇！知名的火锅店，什么怂火锅啦，已经全面退出了一个武汉市场。还有包括哪里？还有包括哥老关火锅，然后还有四川的火锅、麻辣锅这一些的。然后还有一堆，反正不管是贵的、便宜的，简单来讲，100-200块、200多块起跳了。现在发现真的是各个省份不断的都撤出，然后呢越来倒越多。还有小火锅、小布假包，这应该也是从台湾过去的。他们在讲到说，从2021年到2024年了，光是他们竟然已经亏损了，3年半来亏损了11亿多的一个人民币所以代表着，如果说连这个火锅店，大家认为一般消费得起的火锅店都这样子各个地方都倒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知道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出现了大问题。好，我们讲，如果你的经济好，我的投资一定要多。对。那我们讲，现在全世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投资人叫谁？叫孙正义。孙正义以前赚的大钱是吧？我去投资阿里巴巴了，我去滴滴打车了，我投资很多的。就没有想到他在中国赔了大钱。对，他现在干嘛？他现在去投资美国。那你看，川普直接拍他的肩膀，我说我要投资1000亿，川普拍他肩膀，2000亿可以吗？他非常尴尬，我努力看看。还有之前一个非常有名的是这张照片，他抱着这个所谓黄仁勋，对，黄仁勋跟他讲，你股票卖得太快了，是，如果当年 NVIDIA 你不要卖那么快的话，对，现在的世界首富。不是伊隆马斯克，对，就是你孙正义了。没错，实际上你看这个全球经济，你看孙正义就看得非常清楚。你看孙正义呢，在约莫在2013年之前呢，他是全力拥抱中国了。当时他在中国投资非常多，可是你看他现在完全都不太提中国。他现在最欣赏2个人，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黄仁勋，另外一个他这几天呢到好湖庄园去见了川普。那见了川普之后呢，你知道川普还这个招待他开记者会，你知道川普这次非常的热心啊。你看孙正义一开始在讲说，因为麦克风不对他的这个头不对，太高了。对，川普还细心的帮他调麦克风，他说你的这个高度应该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孙正义在那边说，我要投资1000亿美金这样一个状况，结果没想到川普在他旁边马上就搭上他的肩，
他说：“哎，我们是好朋友啊！你说你要投资这个1000亿来说，他说你可以在我们决定好了1000亿的规模之上再加1000亿吗？就2000亿。”然后孙正义听了有点，那你说是2000亿吗？他说：“如果在你的领导之下，我会努力来全力促成这件事情啊。”然后川普就说：“好。”他决定投2000亿了，然后这个孙正义在那边笑说：“哎，他真是一个谈判的高手。”所以呢，他们两个这样互相的讲，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孙正义就全力要开到美国去大幅的投资。他刚刚讲他在中国赔了大钱，对，没错，这是他在中国离开的时候，他沮丧的表情，对，都快哭出来了。对，可是现在他到了美国，对，笑颜逐开。2000亿来说，目前为止来说，孙正义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钱？当然有那么多钱，因为他跟这个阿拉伯王室嘛，他有很多这种愿景基金，他有很多钱，他现在全力要开到美国去。对，那你说为什么要开到美国去？宝杰，除了你刚才说的黄仁勋，他这个 NVIDIA 持股卖太早之外，事实上这几年呢，他已经走出了在这个中国惨败的阴影。惨败阴影是什么呢？宝杰，那他最近有一个 ARM 的公司嘛，对不对？ARM 的公司他当初投资320亿。就让他投资的320，现在已经变成1200亿了。哦，所以为什么他会感谢黄仁勋？因为 ARM 也是这个 AI 的关系啊。对，虽然说我辉达卖得早，但是我有 ARM 的时候，我现在是1200亿的身价。所以现在我只能说，他在过去他在中国投资赔了多少钱？赔了300-400亿的美金啊。但是他在这一笔又赚回来，所以等于他现在完全转向。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你看，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嘛，他在这个公司法说会放了这张图。这张图来说，大家知道这张图是什么？这张图是德川家康当初他输给这武田信玄，然后败战跑回去的时候，他说：“哎，我现在很慌张啊！”他甚至还有说他已经尿失禁。他说：“你把我这个图画起来，我一生要警惕我德川家康被武田信玄打败的这个样子。”所以有这张图。那这张图来说，这个孙正义就是用这张图说：“哎，我在中国实在是太惨的一个状况。”他说：“我深深的感到愧疚。”对，所以他当年这样，所以因为他当年投资什么滴滴啦。商汤啦，还有掌门教育啦，都完全打水漂，所以当时亏得非常惨。他就这样，他就只好这样啊，哦，好惨啊，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甚至你看，原本的这个他在阿里巴巴大概赚了300亿，几乎完全在中国就赔回去了。所以等于说他在中国是来去一场之后一场空。所以他等于是说他后来就已经几乎没有在投资中国，他慢慢的现在能够退出就退出，能够走就走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现在已经全力转进到美国去了，他要投资2000亿的规模相当大，这个规模，因为他未来准备要投资 AI 晶片相关的这个产业，因为美国现在有非常多 AI 的公司准备要萌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安杜里尔公司，他有投资啊，所以现在等于说他要全力到美国去投资，完全跟美国绑在一起，跟川普绑在一起。你看川普笑成这个样子，你还是2000亿，所以你看从他们两个互动你就知道说，而且他都投资 AI， 对他准备要大举投资 AI， 投资一些相关的这个设施，所以你知道。这个孙正义都说，他果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谈判高手。好，宇轩，现在经济炒的还有一个是没有想到俄罗斯现在很糟糕。今天有个最新的消息是，距离这个俄罗斯莫斯科没有多远的地方，居然出现大爆炸。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将军，居然在这个地方上面。然后呢，现在俄罗斯干嘛？大卖黄金。大卖黄金的理由是什么？他没钱了。对，现在倒霉鬼呢就会祸不单行。为什么？因为呢，最近俄罗斯呢，他才有一个人呢被指控说你可能涉犯战争罪。这个就是俄罗斯他一个合生化的防御部队的这个司令。结果没想到这个司令呢，才被乌克兰刚指控没多久，结果呢，他就跟他的秘书坐上他的座车，就坐他的电动滑板车呢。我们讲莫名其妙里面。突然间发现有一台电动滑板车就攻击了，就爆炸了。然后呢，他就这样跟着他秘书，当场在这个车子附近直接被炸死。那被炸死之后，你仔细看哦，他们想说这不对吧？这肯定不是我们讲的，这是随机的攻击，这肯定是乌克兰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竟然把这个炸弹竟然有办法。他是用电动滑板车代步，结果这个电动滑板车爆炸了。对，这个电动滑板车莫名其妙，而且你重点是你第一个你要知道他人在哪里，第二个你要知道他会使用。他们说这肯定是乌克兰的军方策划的，那因为你前脚才跟我说我涉犯战争罪，后脚呢你马上就直接把我们炸掉，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前门打后，你现在改个温刀来，想被抬向的抬向，你是怎样吃到我们讲的纳坦雅胡的口水是不是？竟然敢执行这样的任务，但是。这个家伙过去真的确实是研发很多化学武器，甚至是呢，在乌克兰安全局说，他对于我们乌克兰呢是疑似有使用这种生化战争的这种关系，所以呢才会把这个人呢直接给狙杀掉。但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连乌克兰都敢这个亲门打后跑到俄罗斯去？因为俄罗斯现在真是倒霉连连。我们一直在讲说中国受到所谓的 AI 战争，甚至相关的晶片战的影响，但你以为俄罗斯好到哪里去吗？宝杰哥，俄罗斯。它有一个晶片叫做 Altron， 但你知道吗？这个 Altron 呢是它的这种晶片制造厂，最近导电了。
直接倒闭。而他们倒闭说，因为无力偿还多少钱，你知道吗？1000万美元，其实1000万美元也不多哎，对于这种晶片制造公司来讲是小钱哎。大家说没办法，我就挂掉了。所以这个俄国矽谷呢，它直接这样的倒闭，就等于说它没有办法在这个晶片战争当中存活下来。那你想想看，那俄罗斯它军工还是需要晶片啊，就算我不需要先进的2奈米制程，但我还是需要什么成熟制程晶片啊。所以他们去找了一个软体，这个叫做 GetChip.com。他就是想说，从网络上去买晶片，你知道他们怎么买法吗？我透过这个 GetChip.com， 对不对？然后呢，我干嘛？我跑去跟中国买 ，OK， 我去跟这种我们讲的其他的国家绕道，那他买了多少？买了600万美元。各位，坦白讲在晶片上来讲，600万美元也不算多，但他等于就是说他国防要应急啊，我如果不这样买，我不能这样做啊，所以跑去买这个之后，你知道吗？最近谁被制裁？中国不也被制裁吗？香港不是也被制裁吗？所以变成说俄罗斯他连他自己的晶片都拿不到。好，晶片拿不到就算了，人被狙杀就算了。现在那我卖石油、卖天然气总可以吧？他就讲说也不行。叶伦最近跟他讲说，你如果中国敢再跟他有相关的交易或者是中国银行对他有投资有优惠，我连你中国银行我都罚。所以你想想看，他现在是什么？往东也不行，往西也不行，往南往北通通都不行，全部惨到一个很惨状况，所以他才去卖黄金。对，因为他们现在我们举一个债务就好了。现在呢，他的我们讲外汇存底大概我们讲是所谓的600亿美金左右，其实不到600亿。但是你知道吗？他的负债这几年从2025年、2026年、2027年，他们累积算起来，可能呢到时候他们累积负债会超过600亿。所以换言之呢，等于说我的流动资产，我现有可以花的钱，根本呢完全没办法弥补我的债务，而且是短期债务所以他们只能干嘛？把50吨的黄金拿去卖，因为他们整个里面你知道，俄罗斯它的存底里面它总共加起来也才200多吨的这种黄金而已，就直接把50吨拿出来卖。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要维持这个债务平衡跟赤字啊。因为现在对我来讲，如果说美国持续的打击，中国持续的有连带受到它的拖累，那我整个国内的债务甚至 GDP 恐怕都会一落千丈。随着战后的阴霾，整个俄罗斯会陷入灰烬里面。